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我的新恋情在哪里？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刺猬巧克力，第二个选项是鸵鸟巧克力，第3个选项是企鹅巧克力，第4个选项是笑翠鸟巧克力。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欢迎都听听看，然后截取自己比较共鸣的部分哦。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内容，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任何问题或是小小心事想要跟六花分享，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另外，想要找六花私占的朋友呢，可以在影片说明栏里面找到联络我的方式。OK， 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来到第一组，选择刺猬巧克力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发生？对方又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这个牌可能会有点反光，比较严重。有点担心，我尽量调整看看。等一下出牌的时候，希望大家有一些反光，可能要请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包容一下。因为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就觉得刺猬的这个纹路跟它很像，所以我今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用这一副就对了。这一副牌在召唤我。OK， 六花会出6个位置，分别代表不同的相遇管道。那第一个位置是网络上认识的，例如说线上游戏啦、社群媒体或是交友软体。OK， 希望这样不会反光，确认一下。再来是国内偶遇，例如健身房、咖啡店，然后酒吧、KTV，图书馆，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遇见。好，接下来是学校、职场、补习班、进修课程，这些都算。第4个位置是国外的恋情，例如出国旅游、游学、留学，在国外出差等等。OK， 有一点反光，忍耐。好。接下来是经过认识的人介绍或认识。最后是你们原本就知道对方或是已经认识的人，甚至有些可能是朋友关系，目前。那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例如说之前你曾经暧昧的对象，或是你之前曾经彼此好像有好感，但是之后不了了之的，或者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旧情复燃，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
那有几个我先盖起来，这个不行，然后这个不行，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这个位置是有的。OK， 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它们的特征。这一张我再出个补充牌。OK， 好，上去一点。好，接下来看这个位置的对象特征。哦，很不错诶，再一张。OK， 好，那这个位置的对象特征，OK， 等等，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比较不优。如果你接下来有机会经过朋友或者是朋友直接介绍、亲朋好友直接介绍给你的一个新的恋情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自己本身目前还不想谈感情。所以你可能这一阵子你就先认识他就好了，因为他现在目前是完全没有准备好要谈恋爱的一个状态，所以应该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跟进展。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先按下，你先认识他，因为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他现在目前1到3个月甚至到6个月，他基本就是没有心情谈恋爱的。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先盖起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看一下。OK， 好，有没有啊？还好，刚好，因为这一区很容易反光，因为6画灯刚好在这附近。OK， 好，那我们直接来解牌吧。先从我觉得最好的这一组开始讲，其实每个都还不错啦，不要担心。这一组呢是国内偶遇。好，这个人我觉得你一遇见他，你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这样拿你会不会反光？应该还好，可以这样还好。好，就是你会有很熟悉的感觉，然后你就知道是他了。这个人让你会觉得蛮命运的哦，就是有那种就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有一种很莫名的熟悉感。那这个人本身对你是好的，而且会很尊重你，保护你。然后，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魅力、蛮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例如说，可能在一些领域里面，他可能是
蛮有技术的，蛮有手腕的，蛮有能力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而且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有计划有目标，是一个很好的人。那外表当然是好看的，就是魔杖女王基本上就是好看，然后有魅力，然后又有能力这样子。OK，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他你就觉得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他的感觉。对 ，OK， 好，就你们可能没有明明不认识，可是就会觉得对方好熟悉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组。我们先讲这一组好了。这一组呢是你们现在是朋友，或者是彼此知道对方，但是还没有很频繁的联络，或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旧情复燃的可能，或者是曾经有暧昧，曾经彼此有好感，可是不了了之的。这个人他的特征呢，我跟你说，他不太喜欢社交活动，就是例如说你约他唱歌，约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什么，他其实就是不太想要出去的那种，他比较喜欢窝在家里的人。那可以的话，他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处得很好的那种。再来就是他可能长相会比较成熟一点，然后蛮聪明的，而且很知道自己的生活该怎么样去调整，然后自己很会怎么讲，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或是自己的工作，或是自己的学业 handle 得很好的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人的特征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一个人应该也可以活得好好的的那种，不一定要谈感情啊，这个人这样子。好，但是我觉得他会是那种行动派，就是他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他是真的会有所行动，然后你会感受到他想要多跟你聊天，或是多传讯息给你。而且他可能不是很喜欢纷争，就是他基本上和平主义这样子。如果你们两个有再次的联系上，或是又开始有一些交集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有进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故事出现。星座啊，星座我总觉得会是例如说像射手座、水瓶座或者是处女座的感觉。OK，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一组讲星座OK， 好，那我觉得你在某种层面上而言，你好像有点拿他没办法。那长得比较成熟，或者他真的年纪就是比你大，而且年纪可能比你大比较多，可能大个5岁，或是甚至更多这样子。就不管男女OK， 就还蛮聪明的，而且人还蛮内敛的，然后很有行动力。不喜欢跟别人争论，然后不喜欢无意义的社交活动这样子。OK， 好，那最后这一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好，这是在网络上认识的。OK， 好，这个人呢，我会觉得他蛮有能力的，而且他应该身边就是他应该蛮有人缘的，或是他可能家里还蛮和乐的，家庭是蛮稳定、蛮和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应该很多的亲朋好友都蛮挺他的，然后他应该蛮多朋友，
好哥们或者是好姐妹，就蛮挺他的这样子。然后，但是啊，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了之后，不会那么快的在一起。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现在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状况还没有解决。例如说，他可能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恋情，还没有收拾干净，还没有整理好，或者是他可能目前生活、人生上面，例如说工作或学业上面有瓶颈，出现个瓶颈，然后他现在目前就是没有那个心思去谈恋爱这样子。他现在应该是在努力一个目标，所以他现在没有那个心思去谈感情。但他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然后你跟他聊天、跟他说话是蛮没有压力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做的就是等。那我会觉得他基本上还是会跟你培养良好的一个关系，只是并没有那么快的想要追求你这样子，就是他心里面会觉得你也很不错，他想要先跟你当好朋友这样子。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你有好感的，是会有好感的。OK， 再出一张。他现在真的还蛮烦恼的，就是工作或人生或什么的，不知道。因为大众塔罗太难特定了，那我会觉得你就陪他一阵子吧。我觉得他这个状态解除了之后，你们两个应该就很快，因为有战车，他只是现在把那个战车 hold 住而已。那我觉得，怎么讲？他可能跟你讲话，他跟你聊天，他在网络上跟你有一些互动，他也觉得是很疗愈的事情，很舒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就要等一阵子吧，可能3到6个月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会有很好的进展，这样子。OK， 好，不用担心，这样子。OK， 好。那第一组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鸵鸟巧克力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发生？那对方的特征又会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我们会出6个位置，这6个位置分别代表认识新对象的一个不同的管道。我们先看第一个是网络上认识，例如游戏、社群媒体或是交友软体这样子，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哦。OK， 好。接下来是国内偶遇，例如说去健身房、去咖啡店、酒吧或是图书馆，然后或者是去买一个东西认识到的。接下来学校、职场
或者是补习班，然后一些讲座之类的，学习相关的或是进修相关的，也是在这边。接下来是国外的恋情，例如说去游学、留学，国外出差。这边提醒一下，如果是你现在已经是定居在国外，或者是说游学留学比较久，那我会觉得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就算是国内了，就不算是国外了。 OK， 我这边有点不好判断，但是只要是你接下来要长期的居住在你现在的一个新的国家的话，我会觉得就比较倾向于国内的部分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熟人介绍或是通过亲朋好友认识的。好。最后一个是原本你们就知道对方，原本你们就认识，但是可能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或者是你们可能原本对对方没有什么感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之前的暧昧对象，然后中间可能例如断联了，那现在有可能又会再重新的联络上，或者是前男友、前女友、前夫、前妻，就是旧情复燃的部分，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原本是朋友的话，也是在这边哦。好，我看一下哟。这个的话，我是确定就是没有，还有这个确定是没有。然后这两张，我再出个补充牌。OK， 好，那这张的补充牌，我们一起把它抽出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位置的遇到的新对象，它的特征。再出一张。好，下一个位置，对方的特征。
接下来是国外的部分，对方的特征。好，最后一个位置。OK， 那我们来解牌吧。根据牌象来看，我觉得最好的是这一组跟这一组。那我先从这一组开始讲好了，因为它算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因为有出现圣杯二，圣杯二算是小阿尔克纳的恋人牌这样子。这个人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适合当家人的人，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很丰富的人，然后三观很正，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人，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然后稳定安定的一个人。主要这个稳定安定是来自于心理，所以如果你之前曾经有例如说被背叛过啦，或者是被狠狠伤害过啦，这个人的话呢，他不会有任何伤害你或是做让你觉得很伤心的事情。那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适合一起相处，然后很适合当很好的朋友跟很好的家人的那种类型。那可是啊，中间出现了这个魔杖 S 倒着跟这个星星倒着，我就会觉得我会觉得他可能比较不主动，就不是那种会很主动的一直对你献殷勤，或是一直找机会找方法撩你的那种人。就我觉得他个性可能很 nice 很体贴，可是他并不是那种很感情上很浓烈很强烈会很有行动力的那种sorry。 好，那另外呢，这个星星倒着，我会觉得你可能不会有那种就是第一眼就很喜欢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会认为他可能不是你喜欢的菜。就假设你很喜欢某个类型，可他可能就不是那个类型，或者是你可能以往交往以往喜欢的对象跟这个人的方向或是气质或是外貌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样子。就你可能跟别人讲，然后别人所以你现在喜欢的那个样子都变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别人会吓一跳，你的亲朋好友会吓一跳，就是你不是不喜欢这一型的吗？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沟通是很顺畅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心电感应，或是也许你可能不讲什么，就是你有想到一些事情，然后你不讲，他可能就可以 get 到你的点。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很合适的，只是他可能行动力比较不足，也许是比较需要你行动，就是你去问他联络方式啦，或者是你去主动的邀约下一次见面这样子。那他的外貌，我这边没有说他长得不好看哦，只是不是你以往一般你喜欢的那个菜这样子，好吗？好 ，OK， 就是以前如果你一直很喜欢那种有腹肌的男生，然后可是这一次突然就来一个很书香气息的这样子，感觉完全不运动的人这样 ，OK， 好。但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他是很好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会相处得很开心。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呢，因为一开始出现塔，然后我想说，出现塔有可能会很糟糕，哪一种糟糕呢？我之后就稍微验证了一下 ，OK， 我觉得这个人是你会一见钟情的人，就你可能一看到他，你就马上被他吸引，然后就觉得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的那一种，连想都不用想。然后我觉得他本身应该也是一个蛮沉着稳重，然后年纪应该是比你小的，无论男女哦，无论男女，就是他年纪应该是比你小的。然后就是你看到他，你会有那种被电到的感觉。只是你们现在可能时机还不到，就是当你们遇见了之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你们会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有进展，不会，就可能你就先认识这个人。然后，要过好一阵子。我们等一下稍微来看一下，大概要过多久好了。然后呢，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行动力的。然后，可能跟人交谈的时候蛮热情，然后感觉蛮外放的，然后会我觉得会蛮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人。只是他原本他自己内心的个性可能不是这么的 social， 不是这么外放，但是他是面对别人的时候会是那种很有行动力，然后很外放，然后会主动找人家聊天的那种。OK， 等一下看一下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可以有进展好了。我觉得你就是完全被他电到。出现这个塔，好，这个中间出现倒着的命运之轮，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现在身边有人，或他现在身边有人，那你们遇见的时候还没有回归到一个单身的一个状况。总之，你们在认识的当下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然后会有好一阵子是不会有进展的，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大概什么时候会有所进展好了。那1个月、3个月、6个月这样子。这个月不是这个月，认识之后的第1个月不行，没有进展。3个月呢？3个月也不行。半年呢？半年也不行。1年。六花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算到1年，好不好？那如果就是接下来这张牌也没有就是有进展的一个契机的话，我觉得你就总之先认识他，然后你先等，
虽然我觉得你会很喜欢他，那你就先等，先放着。哦，1年，好久，好啦，不会啦，1年，加油，1年。你们1年，认识之后才开始算哦 ，OK？ 那这个有可能你已经认识了，我们现在牌面上的人都有可能你已经认识了，有可能已经是现在进行时了 ，OK？ 好，所以学校、职场认识，或是例如说补习班进修，去一些学习讲座之类的 ，anyway， 好，总之你们认识。从认识之后开始推，大概1年，你们才会有所进展 ，OK 吗？好，那中间就是各种不合适啦，各种不合适，好，各种不可能，好 ，OK。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会被他点到这样子，好，不行，我不能再深挖下去，深挖下去。等一下，对其他组的人不公平 ，OK。好，那我们接下来讲，我看一下哦，接下来这2组，我接下来讲这一组，网路这一组。好，网路这一组呢，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你可能原本觉得这种类型的人不 OK， 也就是说他可能，例如说你一看到他，你可能会觉得他是怎么讲呢？也不是他长得雷啦，就是他可能外表感觉是一个很容易花心，很容易变心，很容易会去伤害别人的人。可是他内心或是他本质上其实是很 OK 的一个人，会有这种奇怪的反差，对，反差。然后这个人我觉得啊，你不用担心他会到处留情，其实他如果认定你，他是真的完全非常专一，然后对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所以不用太担心。然后，我会觉得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可能你或他曾经刚经历过一些人生低潮或感情低潮。就例如说，他可能感情前阵子一直很不顺，或者例如说他刚分手，或者是真的他现实生活中有遇到一些状况，就不好的状况。可是我觉得他本质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例如说你之前曾经被很美的人或很帅的人伤害过，那他会完全修复疗愈你的这个部分，就是他可以让你再次的相信，不是所有的美女，不是所有的帅哥都是渣这样子，或者是不是所有的男人或所有的女人都很坏，这样，怎么讲？对，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因为你出现这个宝剑3，就代表我觉得你在感情上应该有一些阴影，或者是有一些过去的伤痕没有办法疗愈的。可是我可以跟你说，这个人他是会疗愈你的，他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是有光明的，这个世界还是有光芒的，还是有温暖的，还是有善良的人。OK， 你是有多不相信感情，是不是？好，那这也有可能是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感情比较低潮，就是这张牌是代表你跟他，所以你们遇见的当下，可能那个伤痕，那个心里面那个痛。可能还没有完全愈合的 ，OK， 那我觉得你可以放心的面对他，他不会让你过去的那些伤痛再出现，
不会，他是会疗愈你的，你会觉得被颠覆哦，你整个想法会被颠覆。这个人我觉得也还不错，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组。这一组我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复杂恋情，因为出现了那个宝剑七啦，宝剑七就偷偷摸摸秘密恋情这样子，我会觉得这个人他是你们在可能工作上面，就国外的工作上面。例如说打工，例如说真的就是在国外就职工作，或者是有一些国外相关的业务联系，就例如说有一些合作案之类相关的人。那如果是学生的话，就有可能是例如说像是一些社团活动、实习，在学校担任一些例如说什么什么委员相关，你会去认识到的一个人。因为出现钱币三，钱币三代表工作，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偷来暗去，那我就很有可能是对方或是你其实有另外喜欢的人，或是你们现在身边其实已经有一个 partner 这样子。好，那这个人我觉得他年纪是比你小的，只是你可能看他外表会觉得有点成熟，就是你可能以为他看起来很成熟，但他其实很年轻，这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我看一下哦。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会有点少，也不是少一根筋啦，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他会有点冒冒失失的。那甚至我觉得你们可能相遇的那个场景、那个场合可能是他，就是你会注意到他，或是你可能会跟他接上线，是因为例如说他可能忘了什么东西，或者是他可能做了一个什么错的事情，然后你去帮他收拾残局，或是你可能去协助他，或者是你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出手救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个性可能会有点，他会有行动力，然后他可能也，感觉是蛮开朗，然后个性感觉还蛮可爱的，蛮有趣的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可能会有点天然的成分在里面，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点粗心大意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们至少会走到暧昧的阶段，就是你们会 dating， 但是可能实际上，我觉得确立关系可能要在更之后，这样子。目前可见的范围里面，就是你们对彼此是有心的，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可能是职场或是在学校一些工作相关的一个身份，所以你们可能不能够这么明目张胆的在一起的感觉，但是你们彼此对对方是有心的。OK， 好。那你们之后，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顺利在一起的，如果你们有搭上线的话。对，因为其实有这个魔杖2，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会有进一步的发展。OK， 所以你们应该工作以外的时间会约出去吃个饭啊，或什么这样子，看个电影之类的。但是就会一边担心说会不会被其他同事或被其他同学看到这样子。OK， 我觉得还不错。好。怎么这很在意他到底长得好不好看，是不是？我们这边再加码出一张，这个人到底好不好看好了。就是虽然不是我的菜，但是他好看嘛，这样好不好？我来看一下。
哦，他长得普普，长得普普 ，OK。好，可是我们人不能太贪心，好不好？你们不能这样啦，就不能因为人家长得不是很好看，你就不选这个，就这条线你们就直接排除哦，不要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他真的好啦，再出一张，一定要算到对方是好看才会停，是不是？等一下，我再出一张，这最后一张。真的不行欸，过不去。我在看到倒着的圣杯包，我就有一种过不去的感觉。好啦，他可能真的就是不到你审美的一个标准，好不好？六花有什么说什么，这救不了你。这2张都出来了，我救不了你。总之，他就是长得不是很符合你的美学。OK， 好。长得不符合你的美学，我讲话超级委婉。好，那 OK， 我们今天的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企鹅巧克力的朋友，你的新恋情在哪里？对方又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六花会放6个位置，那分别是不同的认识管道。我们先来看一下网上第1个位置，网络上，例如社群媒体或者是交友软体、游戏认识的，有没有可能呢？接下来是国内偶遇，例如健身房、咖啡店、图书馆、酒吧、KTV 等等，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巧遇。接下来是学校、职场，还有补习班或是一些进修课程认识的。第4个位置是国外的恋情，出国旅游、留学、游学，或者是国外出差。那这边可能要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你已经在国外居住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或者是你接下来有打算要在这个新的国家居留1到2年之类，就是有一段时间都不会回国了，那你现在居住的地方就算你的国内了哟。OK， 那如果觉得不知道怎么辨别的，我觉得就可能你可以2个都看，就是国内国外的部分都看一下这样子。接下来是
熟人介绍，或者是亲朋好友，透过亲朋好友认识的。最后一个位置是原本你们可能就已经认识彼此，只是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对方，或者是发展成恋情，有可能已经是朋友，或者是真的是已经是知己了，也有可能。好，那再来就是前男友、前女友、前妻、前夫的可能性也有，或者是原本曾经暧昧过，或是曾经彼此有好感，可是之后不了了之的，也会在这个位置。OK， 这个是确定没有，这个也不行。复杂恋爱，我再出一张补充牌看看。这一张这个位置，我先提醒一下，如果你现在有跟你的朋友，或是你可能已经认识的人，然后似乎有一些暧昧，或者是有一些已经在叠对叠，或是可能已经有彼此有好感，然后有打算要更进一步的朋友，我会劝你可能不要放太多的心，或是尽量能够收手就收手。这张宝剑二，我会觉得不知道是你还是对方，其实是有另外的喜欢的人，或是另外交往的对象，也有可能是就是已经有固定 partner 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你们的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焦灼下去，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恋情。那这边六花给你一个就是尽量能够避就避的一个建议啦。那这边我们新恋情的部分，我就先把它盖起来了，因为我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质量的感情。OK， 因为我们有其他更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特征。这个我再出一张补充牌。好，这里放了，还是往后放好了。还有这张，我也出一个补充牌。OK， 好，下一个。
张。OK， 换下一个。OK， 我们来解牌吧。先来看这一组怎么都有点沉重，而且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你这段期间可能都没有办法遇到比较好的人，就整体而言啦，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人的感觉，对象的特征而言。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没有真的很想要一个新的恋情的话，我会希望你在这1到3个月，你先好好的，忙自己的事情，先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或是多充实自己，多让自己更丰富一点。那3个月或是6个月之后，再看其他的相关的影片，或是再回头看这支影片，看有没有改善。OK， 我现在要来讲解了。我先从每个都好来，国外认识的。OK， 我会觉得你见到这个人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就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注定要遇见他。就会有一种宿命感。这边6花可能也要再提醒一下，凡是有这种宿命感的人都有点恐怖，最好是可以躲就躲。哦，我的天！哦，那他年纪会比你小，而且我觉得他会有点任性，就是可能个性比较随性，比较依赖你，就比较孩子气。比较幼稚一点，然后，我觉得做事可能比较不周到，然后你自己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喜欢他？就是他好像也不是你的类型，可是你就是喜欢他，你就会觉得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命运的牵引，这样子。好，那我会觉得他应该是那种感觉蛮跳痛的一个人，就是有点不按牌理出牌，然后有时候可能感觉就是疯疯的这样子。所以你其实每次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其实都是有一点防范的感觉在里面，就是这家伙下一秒会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也不是说他会做什么真的犯罪的事或什么啦，这样子，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可以放心，只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每次他讲的话或他做的事都有点让你吓一跳，或者是不太能够理解的那种感觉。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一组好了。好，魔术师这一组我会觉得你们可能会还需要磨一阵子，因为出现魔术师代表你们可能还少一个时机点。那我看他目前的状况是，我觉得他可能才分手没有多久，
或者是他之前可能有一些感情的创伤还没有完全疗愈，那心里面还是挂着那些痛、那些压力、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但是他会过一阵子，他会想要把这个感情，就是之前的这个不愉快的情绪，或是之前这个不好的感情，他会想要把它给从心里面拿掉，会想要排除掉。他其实是想的，可是他自己目前现在是做不到的。那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特征是，我觉得他会是瘦瘦的，然后我总感觉他可能没有很高，无论男女哦。然后再来就是外表会比较成熟一点，再来就是他可能现在处在于一个比较休息的状态，就是例如说可能用有薪假给自己稍微放假，就是你在遇到他的那个时机点，他是可能有一些假期，或者是暂时不是工作的一个状态，就他可能也有打算要离职，或是有打算要换一个工作，或者是说他自己用有薪假去换一些假期，让自己好好松一口气这样子。所以你遇见他的时候，他的工作状态是休息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可能正在转换跑道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人他很容易把一些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可能明明错不在他，他会一直很多的自责，或者是会有很多的当初我如果这么做，也许事情不会演变成这样之类的，就各种。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内耗型的人，这样子。就在你们遇见的当下啦。看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征，看这个。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蛮纤细敏感的人，蛮敏锐的一个人，然后很会观察周遭，其实蛮聪明的，就是会收集一些周遭的一些讯息，然后他自己其实解读的还蛮准确的，直觉蛮准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是 Page， 所以真的就像我刚刚才讲，就是他有可能是小小只的，或者是他有可能是年纪比你小，但是他长相是成熟的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这一组是网络上面认识的。那这个人我觉得你也是，这个人我觉得你是跟这个有点像，就是一见钟情，但是这个是感觉到命运，就是宿命感。这个人是你会真的完全被他电到，但是啊，这个人我觉得他的内在跟外在其实都不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没有料的人，没有内在的人，而且我觉得他好像对自己的人生或对工作或者是学业其实不是这么用心这么努力的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其实并没有很好。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一点拖延症的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会觉得被他点到，很奇怪。我们再出一张他的特征。而且他甚至外表不是你的菜耶，我觉得你是不是被他网络上的那个皮相，就是例如说他可能用 AI
弄了一个很漂亮的照片，很帅的照片，很美的照片，或者是你们可能在网络上的对话，你会觉得他好像很有趣、很可爱。当然，我可以跟你讲，他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实际上，你们见了面，可能你会很失望的那种，就是外表不是你喜欢的型，然后甚至也不优，那个性也没有很好，感觉又有拖延症，不是很喜欢工作，也没有好好努力对自己的人生努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真的本来出到后面我有点想盖牌了啦，但是我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还是留着。那如果你真的网络上遇到了，自己要稍微警惕一下这样子。我只能说他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对，真的是因为他的皮相，就是他在网络上营造出来的一个样貌是很好的，很美很帅，然后很可爱很绅士。可是你实际上你遇见他之后，你会发现怎么都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经过网络的那个滤镜，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你要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或什么的。但实际上你喜欢上的是他可能经过 AI 创造出来的一个漂亮的图片，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对话跟你的对话有可能是用 AI 去编写的，就可能甚至连对话都不是他本人认真的在跟你对话哦。OK， 好，我觉得选到企鹅巧克力这一组的朋友，你这一阵子可能真的不适合谈感情。我会觉得，就是无论是哪一个管道，我觉得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对象，所以我会劝你先好好的提升自己，好好的忙自己的事情。大概3到6个月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支影片，或者是你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新恋情相关的影片可以参考。那我会觉得你现在这个时机点是不适合去找新恋情的，因为我觉得都会遇到很可怕的人。那我觉得反而，那我们干脆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出去吃吃喝喝会比较开心一点。OK， 好，那这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最后一组，选择笑翠鸟巧克力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出现呢？对方又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我们一起来看看。OK， 那6画会出6个位置，分别是不同的认识管道。第一个位置，我们先来看网上认识的，例如说社群媒体、交友软体，还有游戏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可能遇到呢？
第二个是国内偶遇，例如健身房、咖啡店、酒吧、KTV 或者是图书馆，甚至买东西的时候遇到。我们来看一下，好，就它了。第三个是学校职，好，学校职场，整个喷牌很严重，在干嘛？今天我的牌有点兴奋哦，为什么？好，这样有没有切到牌呀？我确认一下。OK， 好。这个位置是学校、职场、补习班，或者是一些进修课程、讲座之类的认识的。接下来是国外旅游、游学、留学，出差，或者甚至是移民。接下来是经过熟人的介绍，或是透过亲朋好友认识的。最后一个是你们原本就认识，甚至是好朋友，或者是彼此知道对方，但是还没有一个契机可以多聊几句，或者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之前曾经暧昧的对象，只是中途就不了了之的，或者前女友、前男友、前夫、前妻的可能也都会在这边，就旧情复燃，对。OK， 好，那确定没有的，我先把它给盖起来咯。好，这个跟这三个我稍微再出个补充牌好了。OK， 好，最后一个。我再出一张。OK， 这个可能不是这么 OK 的一个人。抱歉，我刚才中断了一下哦。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在最近，你的认识的人、已经认识的人，或甚至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之前曾经跟你暧昧过，彼此有好感，然后或者是前夫、前妻、前男友、前女友，好像又有点想要来接近你的情况的话，我会觉得你最好提高你的警戒。我觉得他可能有点不是很好的一个目的接近你的，所以请你要小心。我觉得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可以吗？好，就是也不能说他会骗你或什么的，就是之后你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因为这个人来找你，或者是这个人他来接近你，你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一组我先盖起来咯，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新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3组的对象的特征。不好意思，重新再洗一次。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特征。再抽一张。哦，好哦，我把它排在这里好了。好，那这一组，OK， 好，接下来换这一组。你觉得喉咙有点卡卡的？哇，好。哇，这一组这么好。OK， 好。那我先来解，觉得都还蛮好。我觉得我先解这一组好了，因为这一组我觉得是看起来最，相较之下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人呢，你们之间应该真的有一个宿命，或者是一个怎么讲，一种命运的感觉在牵引你们。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巧合，或者是很多共同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长得蛮好看的，就我觉得应该还蛮多人喜欢他的。然后，看一下哦，这是 Two of Coins， 好。然后我会觉得你可能面对他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点好像自己会怪怪的，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你遇见他，你好像就会有点我就不知道害羞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有点失去你自己的分寸，或者是失去平衡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会特别就是比较怎么讲，你会变得比较冷一点。你遇见他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会就是遇见他比较冷一点。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是会有结果的，会在一起的。然后这个人呢，我会觉得他是感觉比较像是比较不是运动型的，比较会是那种感觉比较文质彬彬，比较有书香气息，不管男生女生哦。然后会感觉比较是indoor 的，
就是不是那么的喜欢户外运动的那种型这样子。或者他应该是蛮喜欢一些艺术类或者是文艺相关的一些活动，他蛮喜欢的这样子。然后呢，我觉得你会还蛮喜欢他的，你就是很单纯的喜欢他这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因为出现这张女祭司，我们都说是白月光嘛，所以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存在，你也不一定会很想要就是一定要攻略他的那种感觉。OK， 所以我会觉得他还蛮好的，然后应该是聪明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到这个女祭司跟这个宝剑国王，我就会觉得他好像应该是那种脸比较小的人，就是可能脸或者是头的比例是比较精致、比较小的那一种，对我这种感觉这样。然后他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还蛮亮眼的，应该是就真的是很多人喜欢的那一种，或者是例如说在学校或在公司蛮受欢迎的。OK，这个人还不错，而且我觉得你们是真的有命运的牵引。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组好了。这一组呢，是你在学校或是职场或者是补习班进修课程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呢，他表面上看起来会是有点冷，就是那种冷酷的帅哥或冷酷的美女，是好看的哦。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忍耐力蛮高的人，而且是对自己蛮严格的一个人。但是他对别人是温柔体贴的，是会照顾别人的。然后，对谈上面跟他聊天、跟他说话，你会觉得跟这个人说话很舒服，不会有那种常常被否定或者是被亲了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会。就你跟他讲话是很舒服的。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会一开始不太会想要跟你分享。就是如果你想要问一些比较隐私的事情，他可能一开始是完全不会跟你分享的这样子。然后他是一个专情的人，他不会朝三暮四，他不会脚踏两条船，是绝对不会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对你来讲有一种很致命的吸引力哦，就是你会很喜欢他。没有办法离开他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被他吸引，强烈的吸引。而且我觉得他是应该身材是很好，或是我觉得他可能身上会有一种香味是你很喜欢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就他对你来讲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那我觉得这一组也还蛮好的。也还蛮好的，就这一组是命运牵引的感觉，宿命感。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遇到一个你心里面的男神或女神这样子。那这一组呢，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就是你真的好喜欢他，然后觉得就是真的很想占有他的那种。而且我觉得他总会散发出一种就是自己很忍耐、很努力，可是你会有一种我们叫什么禁欲系吗？大家听得懂禁欲系吗？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一直在会有点清冷，有点忍耐，可是你就会觉得他这种氛围会带给你一种很性感、很有魅力的感觉，这样子。OK， 好，希望有传达给大家。OK， 好，我们看下一组。好，接下来这一组是网络认识的。那我觉得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啊，
你或者是他应该刚经历过一段不是那么好的感情，或者是你之前或者他之前生活上面可能有一个低潮期，那你们遇见彼此的时候，可能是刚刚从那个低谷低潮终于踏出伤痛的第一步，或者是刚从低潮踏出第一步的那个时候，你们会遇到。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这也有可能是他家里有一些状况，就是家里可能不太能够协助他帮助他。那比较特殊的情况，例如说他可能是出自于单亲，或者是可能爷爷奶奶养大的小孩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周遭其实不太有人帮他，所以他其实也就独立，不太会去依赖别人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其实是乐观的哟，你会觉得他就是积极，然后正向、开朗，而且甚至我觉得还蛮幽默的，然后会让人家觉得他很温暖的一种感觉，这样子。OK。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他的工作应该是那种会让人家蛮就是会可能例如说尊敬，或者是会觉得还蛮酷的工作。然后我们就例如警察啦，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大家比较憧憬的一些职业，这样子。怎么讲？就是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哇，这个职业很酷的，以你的观点为基准。所以我觉得像军警啦，或是像建筑师，因为我看到屋子嘛，建筑师之类的。我觉得政治相关有可能，像什么议员吗？委员吗？还是那种也有可能。OK， 好。我觉得他名声应该不错，而且人是很开朗的，然后让人家觉得很温暖的一个人。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那你们刚好都是在重生的那个阶段，从一个低潮期，从一个感情的伤痛中走出来的那个阶段遇到彼此。OK， 好，那这一组的朋友，我们解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